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留在了台北生活。原本是一名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最近呢，我在 PTT 论坛上面看到一则发文，很入境随俗吧，连 PTT 都有涉足。其实没有啦，只是在三立上面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而这个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出自 PTT 论坛。PTT 论坛这个 UI 还是蛮难适应的。那这则发文是说呢，台湾很多人都自认台湾是先进国家，可是台湾随便抓一把缺点，违停、交通乱、违建、食安、低薪等等，怎么看都不像先进国家哎。台湾有哪一点像先进国家？有人知道吗？他是这样一个发文。那作为一个新住民是怎么看待他这样一些问题呢？我就发表一下自己的个人看法，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理性的指出，但是请不要说你觉得台湾不好就离开台湾这样偏激的话，谢谢大家。那作为我这样一个新住民来看待呢，他所说的前3个问题，也就是违停、交通乱、违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的问题。就像我家所在的北投有一条非常普通的路，大概是2车道这样的宽度，但是通常呢，左右两边都画了停车格，停满了车辆，所以通常通行的话，只留出当中单车道的宽度来给来往的车辆去通过。所以我如果骑机车的话，前面遇到红灯，基本上很难停在停车线后面，都是要离开停车线一段距离停下来，因为靠近前面停车线的地方就划有停车格。这真的是我们北投所能看到的非常寻常的一条路。那像这样的路呢，通常就会造成交通堵塞，还有停车不方便等问题。要改善这样一个问题，相对来说非常复杂，它所涉及到的步骤非常多。首先你要拓宽道路，势必要把旁边的居民拆迁。那像台湾就不能随便拆迁，要考虑到每一个个体，没办法像我们大陆一样强制执行啊，随便画一个拆，然后开一辆推土机过来就把房子推掉。所以这样一条道路它就伴随着拆迁啊，然后拓宽道路啊，甚至在旁边再规划新的停车场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这比较复杂了。当然民主制度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些比较难以改善的问题存在。那还有食安问题呢，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就算最近新闻当中一直出现什么宝林茶室啊，然后还有苏丹红啊这样一些食安的漏洞，但是要看我是来自哪里。那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所以实话实说，我觉得食安问题相对于中国大陆要让人安心不少。我觉得可以归纳到2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台湾没有经历过文革这样一个动荡的洗礼，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教育程度要更高。那教育程度更高呢，也就相对的伴随着仁义道德啊、公德心这些观念建立得更完善。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我觉得政府相对公开透明，执法相对公正公平，所以相关的一些检验检查机构我觉得会操作更规范一些。虽然有这样一些食安的漏洞也是无可避免，但是我总体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然后低薪这个问题呢，其实要看跟哪里做对比了。那像有一些高收入高福利的国家，像迪拜啊，像沙烏地阿拉伯啊，富到流油，满街都是跑车，那当然没办法跟这些地方去比。但是我觉得一般过日子啊，普通大众生活品质都是有一定保证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收入可能就是一个橄榄型的分布，2头小中间大，那贫富差距相对来说比较小。我觉得一个发展程度比较高的社会势必都会趋于这样一个形状，比较稳定嘛。所以低薪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新住民，我觉得也是比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然后呢，网友也有指出一些优点啊，也就是台湾享有全世界最好的健保医疗制度。健保这点我觉得真的是毋庸置疑，我之前也分享过好几次自己在台湾看病的经历，真的觉得健保非常方便，并且呢也从部分观众的留言当中得知，台湾的健保甚至比欧美一些先进的国家他们的医疗制度更合理更方便。这样一个比较完善的健保制度呢，也会让更多没有那么富有的人不用太过担心自己之后生病会怎么样。
所以这也可以结合到前面所说的那个低薪问题，也就是有些国家的收入可能比台湾高，但是它的医疗制度并没有那么有保障，那可支配的财富相对来说它就会留下一定的比例来保障之后自己万一生病了需要在医疗上面的付出。另外呢，我作为一个新住民，我觉得不光是台湾的健保，还有台湾的医疗分级制度，也就是大病可能会去大的医院，而小病呢可能就在家附近的诊所看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医疗分级制度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还有网友说呢，捷运干净赢许多先进国家，这一点其实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还好，没有到那么的明显。就是我觉得其他一些地方的捷运也没有到很不干净，甚至我去过印度的德里，我觉得印度德里的捷运也还算干净。反倒是我觉得除了捷运干净以外的一些特点倒是蛮值得夸奖的。也就是我坐捷运的话，经常会看到一些残障人士，他们坐着那种电动车在捷运上面来去自如，可见捷运对于这样一些特殊群体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每一站捷运都会有无障碍电梯、无障碍设施，甚至很多时候工作人员会带着那些残障人士帮他们带路啊，然后推他们的车子，非常有温度。另外呢，我在台湾坐捷运、坐公车也经常可以看到带着宠物的人出行，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温暖。就是只要宠物好像在一个一定的空间内，只要不裸露在外面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可以上大众公共运输，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先进国家应该有的理念。那还有呢，就是台北的捷运基本上每一站都会有无障碍厕所，还有亲子厕所，我觉得这也是能关注到少数人群的一个先进国家的理念。那还有说呢，台湾各方面综合可以排很前面了，缺点很多，但就是平均赢别人，还有多数人是不必靠偷抢为生的。那这点其实就跟上面所说的低薪是一个概念，也就是整体是一个橄榄型的分布，两头比较少，中间比较多，就是普遍薪水可能没有到特别高，但是普遍薪水也没有到非常低，大部分人都还过得去。另外呢，还有许多网友表示半夜还能到处跑，这个没几个国家能做到，全世界没几个国家能让大多数人都感到相对安全自在。治安好就海放一堆国家了，欧美哪些国家治安比台湾好？没有在欧美长期待过，真的不会知道台湾这种安心感多有价值。世界上治安能比肩台湾的屈指可数。那这里我实话实说一下，因为我是来自上海，我觉得上海的治安也没有到非常差，半夜可以随便跑这一点，在上海其实也差不多。另外呢，我甚至觉得上海因为有很多监控，相对于台湾来说，比台湾有更多的监控，所以我觉得上海可能在治安这一块会比台湾更让人放心一点。因为当时我在看台剧《想见你》的时候，医生在街上就把许光汉拿花盆把他砸在地上，最后砸死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当然是剧集里面的夸张表现，通常治安不会到这样程度，在马路上可以随便杀人，甚至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动静，街坊邻居都会出来看热闹的。所以这个情况我当然知道只是剧里的夸张表现。相对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上海更难发生，因为就是上海的监控非常多。另外呢，对于治安这一点比较无感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男生，而且是一个长得可能并不让别人有那么大欲望的男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全世界到处半夜去趴趴灶都不会有什么治安问题发生。并且我在这里实话实说一下，上海早几年的治安确实问题很大，也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人身安全，但会影响到你的财产安全，也就是街头上扒手非常非常多。大概早几年的时候，隔三差五都可以听到周边的人说，在路上走路钱包不见了，在公车上坐公车钱包不见了，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多。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养成了一种走路时常提防后面的习惯，甚至手会挥得很夸张，就怕后面有人摸你的钱包。可能每一个上海人已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在现在来说几乎已经绝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反正已经绝迹了，基本上还是比较放心的，但偶有手机可能被盗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那最后呢，网友就是总结治安便利性超级先进，拜托台湾人可以不用这么自卑了。
然后晚上女生可以爬灶，生病看医生不用怕破产，不必塞红包，东西掉了很大机会会被送到警察局。医疗治安，犯罪率低，平均寿命高，识字率高，医疗水准高，言论自由，太多了讲不完。不过城乡差距有点大就是了，有些明显落差。还有说到处有无线网络，完善的物流系统，医疗、治安、公卫、交通。台湾很多事效率算很快的，市容与人文素养还要再加强外，光健保这项我觉得就很先进了。那其实大家的观点都还蛮一致的，就是好的地方是有所公认的。那看完这篇报道，你觉得我作为一个新住民的观察还算准确吗？那我也非常欢迎观众留言给我，觉得台湾哪些地方像先进国家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会。